请为自己设置专属 ID。现在是战国时期，我是周文王。周文王应该不会出现在战国时期吧？他一直活到现在，纣王还活着了。我叫周文王的追随者。我说我的 ID 叫周文王的追随者，他是个天才。我的 ID 叫做害人。你身后背的这个东西，看上去很沉的样子。当然，在这儿的距离和重量都是真实的。沙漏，这是沙漏。8小时漏完一次，颠倒3次，就是1整天。不过我经常忘记颠倒，需要追随者来提醒。来，你们应该是长途旅行吧？有必要背这么重的一个计时器吗？不然呢？怎么计算时间？你可以随身带一个小型的日晷啊，或者你直接看太阳，这样大概也能知道是什么时间。太阳？看太阳咋知道时间？这儿可是乱纪元。乱纪元？这冷啊，冻死我了！快走吧，停下来会更冷。那等太阳出来一些，就会暖和了。恁是冒充伟大的先知了？连周文王都算不上先知。这需要先知吗？谁还看不出来？再有1-2个小时，太阳从这边就会升起来。这是乱纪元呐！什么是乱纪元？除了恒纪元，都是乱纪元。乱纪元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吗？看看那个太阳啊！原来现在是黄昏，不是早晨。是早晨，可早晨不一定会有太阳升起来啊！这是乱纪元。看来如果太阳再升起来，会很长时间以后了。恁咋会有恁奇怪的想法呢？那是不一定啊。机长，给我一点鱼干吃吧。啊，不行，我也是勉强才吃饱的。现在要保证我能走到朝歌，而不是你。你们看那边，太阳从那边升起来了。不过不是我们走的方向，我们是不是走错了？我都说了，这是乱纪元呐。总算是暖和一些了。可这个太阳，它为什么会是蓝色的？
这么快就落下了？这些树枝可以做柴火。快点儿！我说，我最讨厌烟花了。各位，你们认识一个叫汪淼的人吗？汪淼，不认识。哎，要不咱们一块儿走吧？你不冷啊？过来烤烤火。还真有点冷。要是能少一点脱水者，活都更晚了。胡说，那是纣王才干的事儿。这满地都是脱水者，活了不行了。他们都算再泡水，也活不了啊。如果恁那理论能中，别说烧了，就算是吃点又能咋着了？比起恁的那个理论，几条性命又能算啥了？不行，不行，我们是学者。终于燃尽了，继续上路吧。哎，啊？你追随谁啊？追随？这么说吧，你研究什么？新人是吧，高娃？对，我新手。我们追随纣王，要去朝歌，跟不跟我们一起？助纣为虐啊？那算了，朝歌太远了，我还得去找我朋友呢。淼淼呢？今儿能吃饱了？这已经翻了第6次沙漏了。2天过去了，这2天都没见着太阳，升起来过，甚至连树上的影子都没。看起来太阳不会再出来了。我都跟你说过了，不要冒充伟大的先知，这是乱纪元。太阳从那边出来了！啊！你们看，这像是一颗普通的太阳。我警告你啊，不要冒充先知。终于等会儿了。糟了，这咋办啊？快找地方躲起来！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在乱纪元里旅行，都跟在地狱里走路似的。我扛不住了，不走了。那你脱水吧。啊，等一下，我这么干，你不会扔下我吧？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带到朝歌去。大成，我脱水。哎，他怎么了？啊，他死了吗？没有。脱水者只要浸泡一会儿，就会恢复原来的样子，就像泡干蘑菇一样。连骨头都变软了吗？是的，变成了干纤维，这样便于携带。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可以脱水吗？当然。
你也能，要不然没法在乱纪元活下去。这个你拿着吧。糟了，我的朋友！不行，我得去找找他。这伙计要是不喝水，是不是也得渴死了？你要是受不了的话，可以脱水啊。脱水？怎么脱水呀？你只要说出这3个字，这就是口令。这不会是个坑吧？啊！我要说了，我脱水，你们能获得什么好处啊？你们在干什么？谁呀你们？把他还给我，他是我朋友。把他还给我。你知不知道他已经脱水？他只能成为我们的食物或者燃烧物，才能为这个文明做贡献。简直是不可理喻！你把他还给我！哎，还给我！黄淼，把他还给我！明白这个世界的真相。黄淼，等会儿啊，挺住啊，我马上进去，挺住啊，等一下啊。自己的目的。这小事。你的朋友怎么样？他被脱水了，然后被别人抢走了。他会怎么样？这很正常，他适应不了这个世界。咱们尽快上路吧。这下解渴了。时间过了多久了？大概1个月了。要不然是酷暑，要不然是饥寒。浪纪元真够要命的。飞星，2颗飞星。我们昨天也见过，它看上去比一般的星星要大一点。是的，成员判断，运行速度非常快，用肉眼可以看到它在星空中的移动。但是这次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次是2颗飞星，恒纪元就要到了。最多只有2颗吗？不，最多有3颗，不会再多了。那如果3颗飞星同时出现，是不是意味着会有更美好的恒纪元？你在说什么？3颗飞星？你祈祷它不要出现吧。很久没有这么舒服过了。这次的恒纪元会持续多久？1天，或者1个世纪，谁都说不准。据记载，西周的时候最长曾经出现过2个世纪的恒纪元，那个时候的人真幸福。那乱纪元呢？又会持续多久？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除了恒纪元都是乱纪元，他们互为对方的间隙。这是一个毫无规律、混乱的世界。是的，这里的文明只能在相对较长的气候温暖的恒纪元里面发展。大部分的时候，人们只能集体脱水，等较长的恒纪元到来的时候，再集体浸泡复活，进行生产和建设。那我们要怎么才能推测出来恒纪元到来的时间还有长短呢？做不到，没有人做得到。每当恒纪元到来的时候，这个国家是否浸泡复活，完全取决于大王个人的直觉。通常的情况是，人浸泡复活了，庄稼种下了，城镇开始建筑，生活刚刚开始，恒纪元就结束了。寒冷和酷热毁掉了一切。恭喜你，你已经知道了这个游戏的目标，就是运用我们的智力和悟性，分析研究各种现象。
掌握太阳运行的规律，文明的发展维系于此。在我看来，太阳运行根本没有规律。那是你还没有找到世界的本源。你悟出来了吗？是的，我这次到朝歌去，就是要给纣王献上一本精确的万年历。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到朝歌？快了，很快就到。你有没有听到有什么声音？是蛋白的声音。朝歌到了。那些就是蛋白，看到了它们，就说明我们到达目的地了。朝歌里面还有金字塔。是的，要想在乱纪元生存下去，就得住在墙壁极厚的建筑中，几乎像是在地下。只有这样才能避开严寒和酷暑。纣王，爱卿平身，这是伏羲。贤人他有自己的一套。是的，他认为太阳是脾气乖戾的大臣，醒着的时候喜怒无常，是乱纪元；睡着时呼吸均匀，是恒纪元。伏羲建议本王竖起外面的那些大摆，日夜不停地摆动，生成这样。可以对太阳神有着强烈的催眠作用，可以使其陷入到漫长的昏睡过程。从来也没听说过，有谁可以催眠太阳？看来不太有用啊。是啊，到目前为止，太阳神依然醒着，只不过偶尔打打盹儿。他要干什么？愚蠢的巫术！你对太阳有什么见解？纣王，太阳不是神，太阳是阳，黑夜是阴，世界在阴阳平衡中转换，不能控制，但是可以预测。如果你可以预测，那你将是这个世界的巨人。可是有很多号称能够预测的人，他们最终的归宿在那儿。纣王，这是宇宙的密码，借助它，我将为您的王朝贡献一部精准的万年历。哦，姬昌啊，本王现在迫切想知道下一个长恒纪元什么时候到来。我将立刻为您占卜。下面将是一段为期41天的乱纪元，然后将出现为期5天的恒纪元，接下来是为期23天的乱纪元和为期18天的恒纪元，然后是为期8天的乱纪元。当这段乱纪元结束之后，大王，您期待的长恒纪元就要来了。这段长恒纪元将会持续3年09个月，而且气候温暖，将是一段黄金纪元。如此精确的数据，纣王似乎没有想象中的兴奋。本王首先需要检验一下你的预测。全部应验。姬昌，王
王将为你竖起一座丰碑，比这座宫殿更高大。大王，让您的王朝苏醒吧，繁荣吧！进报！进报！我的指头，我的指头！我们脱水多久了？再不进炮，这些人怕是要被乱纪元的老鼠啃光了。享受着美好的恒纪元吧，你们是幸运的。姬长儿，已经8个黑夜了，我们又进入了乱纪元，这太阳可是一直没有再升起来。大王，这只是暂时的，太阳马上要升起来了，恒纪元和春天将继续。稍停。大王，大王，天上出现了3颗飞星。你还不知道天上出现3颗飞星，究竟意味着什么吧？这意味着严酷的寒冬即将来临，能把坚硬的石头冻成粉末。脱水！脱水！脱水！该退出吧。这雪花已经是凝固了羊根丹，大气正在绝对零度中逐渐消失。那很快即将失去氧气了。这一夜持续了48年，第137号文明在严寒中毁灭了。该文明进化至战国层次，文明的种子仍在，它将重新启动，再次开始在三体世界中命运莫测的进化。欢迎您再次登陆。
输了赢了，太震撼了。哎，我是怎么挂的？是被渴死的吗？脱水了，身体里的水全都干了，就变成了一张软塌塌的硬皮。这帮孙子骗我！真的太震撼了，一个文明就这样被毁灭了。毁灭？农场主挂了？这游戏到底要干嘛呀？周文王跟我说了，这里是乱纪元，似乎恒纪元是他们心中一直一个执念。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到底应该去做什么？是寻找恒纪元的规律，还是在恒纪元和乱纪元当中找到一种方式，把文明继续下去？为什么会这么乱啊？不知道，或许不是游戏乱，而是我们还没理解。要不咱们俩再进去再干一把，一鼓作气，这回咱俩进去一块把那周王给干掉不就完了吗？这个游戏的目的不是为了干掉谁。周文王跟我说了，这个游戏的任务是要掌握太阳运行的规律。太阳运行的规律不就是东面出西面落吗？三体世界里面太阳运行规律不是这样的，尤其进入了乱纪元，太阳就变成了毫无规则的运行。游戏嘛，想怎么运行就怎么运行。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这个游戏里面有很多的感受，有点太过于真实了。当然了，我都喝3瓶水了。我觉得三体游戏里面这种真实的程度，并不是为了增强体验感的。我特意在离开游戏的时候，看了埋在雪里面的金字塔，雪最下面的一层是水的雪，中间一层是干冰，最上面一层是固态的氧和氮。这哪家游戏公司设计的？我也不知道。一回生二回熟，再干几把，把事情都弄清楚。进来。王总。哎，再来一把，来，干一把，干一把，来，干一把。兄弟，帮我拿下手套，谢谢啊。哎，开会啊。哟，你撞着我车了，不过放心，我不让你赔。你这都快成碰瓷儿艺术家了，这想象力，老子车都没上，怎么就出这么大车祸呀？你想干嘛呀？看清楚啊，我今天没带录音笔。你带没带录音笔，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关于科学边界，你也没什么可说的吗？没什么可说的。看来你这个人还是不太会应对媒体啊。对媒体，你应该说无可奉告，或者说没听说过。没什么可说的，就证明你知道的很多呀，但是不愿意说罢了。我就不说无可奉告，我就是知道很多，但凭什么告诉你啊？行嘞，证明我的调查方向没有错，我也在查科学边界。挪车走人。好嘞。很遗憾，你也没说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喂，那个木星，你帮我接着查啊，一定要弄清楚他到底想干嘛。到底出什么事儿了？着急忙慌把我叫过来，还非要在这个时间。你是汪淼吧？我是叶老师的学生沙瑞山，幸会。啊？幸会。这些都是观测用的，跟我的项目没多大关系。来，什么？跟我进来。壮观吧？这些都是聋子的耳朵，
自打他们建成之后，在观测的频段就干扰不断。从上世纪80年代的巡护台到现在的移动通信，这些需要米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的项目，大部分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开展。说这么半天，你说什么呢？走啊，走起来，解决，谁来解决啊？难道为了探寻宇宙的奥秘，就把移动通信全部干掉吗？没有钱啊！现在好在可以使用技术手段进行屏蔽和干扰。我的项目用的都是卫星数据，这些地面干扰对我造不成多大的影响。你到底要干什么呀？没有时间了，走，我带你去看我的项目。对，这就是我的实验室，就跟我的家一样，平常我都住在这里。快点，不用客气啊，来进来，喝水。我不喝，一定要喝，拿上。我的实验室主要负责接收3颗卫星的观测数据，并且实时显示在这8个终端上。我站这儿，过来，快，你站这里。停，好。我的工作呢，就是根据这些测绘的数据，重新绘制一张宇宙微波辐射全景图出来。你想了解什么观测数据？能再详细点吗？王教授，你不是搞这个专业的吧？你对宇宙3K 背景辐射大概了解吗？整个宇宙背景的辐射波动，在整个宇宙的尺度下，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停。以最先进的 Planck 卫星的精度，即使花100万年时间，都未必能测出一点。停！这个时间把我叫过来，让我穿着跟上次一模一样的衣服。你又说了一堆跟上次一模一样的话，到底怎么回事？停！别坐。坐这里。来。坐下。今天早上我吃了一颗煎蛋，然后骑自行车出门，迟到了2分钟。中午我打翻了一杯咖啡。晚餐前我在检修设备的时候踢伤了脚。然后到了晚上，你就来了。这一切都跟6月13号晚上发生的一模一样。你和我观测到了宇宙闪烁。差不多时间了，该观测了。来，坐好。今天晚上宇宙不会再闪烁了。说了，今天不会有宇宙闪烁。你那天穿的也是黑色的袜子吗？你是不是觉得这样重复，宇宙就会再闪烁？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就是我们在操纵宇宙闪烁了？是你还是我有这个能力？
你真的相信宇宙会闪烁吗？你等一下。整个宇宙发生这么大尺度的闪烁，我不相信。如果说有人在宇宙中树立起一块巨大的屏幕，把闪烁的结果给我们看，我也不相信。无论是宇宙闪烁还是巨型屏幕，都是我们不能相信且无法理解的。但是它确确实实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了。我们是被选中的人。选中？被谁选中？苹果砸中过很多人，有果农，有孩子，有羊顿，有马顿，可是只有牛顿是被选中的人。从小我就觉得我会成为一名天文学家。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神灵在冥冥之中指引着我。所以是神灵让你在研究科学的。王教授，你相信上帝为摩西分开红海吗？我是一名科学家，我不能相信。可是那天我们所见到的一切，跟上帝分开红海有什么区别？我想研究这一切，我想理解这一切，我想知道真相。王教授，难道你不想知道真相吗？啊？不想。同志们，这是一场战争。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敌人是谁，敌人什么样，敌人是怎么存在的。但是有一点，这些死亡的科学家是全世界乃至全人类的重要财富。一旦爆发战争，或者需要灾后重建的话，他们将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们需要他们。But almost all the suicides were connected to the frontiers of science. Why don't we just attack them? 科学边界仍然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组织，我们没有理由对他们进行清剿，而且他们是学者，对他们有任何的动作，都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Do you have any suggestion, General Kane? 我建议对各战区核心领域的顶尖科学家进行监控，一旦发现他们有被科学边界接触、渗透的现象，立刻启动保护措施。啊！哎，汪淼，哎，来，正好啊，我的10个助理啊写的关于《三体》游戏的报告。他们昨天晚上玩了一夜，啊，玩个游戏你还找10个助理啊？你先看看。好。这份报告写的还挺多的，看着也蛮细致的。我分几次进入游戏，每次集中观测一种游戏信息，有环境方面的、生物方面的、体感方面的，汇总之后做的总结。我助理徐冰冰。哦，那你们玩的时候，你们10个有没有发现太阳运行的规律呢？有，不过暂时没有得出结论。乱纪元和恒纪元随意切换，极环到酷热完全没有预兆，甚至会在1个小时内反复发生。那在乱纪元的时候，除了脱水，有没有其他的生存方式？我观察了一下，有一些泥潭鱼是能撑过极热天气的。如果人也能像那些鱼一样，趁泥潭没有干透的时候，在里面挖个能藏身的地方，乱纪元的周期又足够短的话，或许能侥幸活下来。所以你说的这种泥潭鱼，是不是类似于非洲的肺鱼？鲱鱼，就做罐头特臭那个吗？
是肺鱼。非洲人曾经发现有一些鱼，在旱季的时候会钻进泥里把自己包住，只留一些小孔通气呼吸。肺鱼在休眠状态下能存活差不多4年。所以这个报告是你们10个人一起写的吗？哎呀，刚进门我不就介绍了吗？我的10个助理，徐冰冰，以1当10，知识渊博，不比我差。哎，你别蹲地了啊！我们继续说，但是肺鱼这种休眠方式，我们人类做不到，所以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汪教授，你有没有觉得这款游戏对细节的掌控精细到了一种可怕的地步？是。泥潭里边有泥潭鱼，天空中下的是2氧化碳干冰，而并不是雪。虽然是一款游戏，但真实的有些过分了。我之前就跟他说过。这些海量的细节已经远远超出了游戏体验的范畴。那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想怎么跟你解释。清明上河图，你肯定知道对吧？我知道，画了好几百号人那个。对。清明上河图和这幅图相比，哪个图里面的信息量大？这图有信息吗？不光有，而且比清明上河图大1到2个数量级。一般来说呢，游戏中细节的设置是为了玩家的体验服务的，所以游戏的设计者会增加人物动作的捕捉、画面渲染。尽可能增加信息量，以产生更强的真实感，就好像《清明上河图》一样。但是这款游戏，设计者却反其道而行之，有巨大的信息隐藏在游戏的背后。就好像这幅图，它试图急剧地压缩信息量，似乎是要隐藏某种巨大的真实。既然设计者有这么多想法，那我们把它找出来问问不就知道了吗？我查了。查不到关于《三体》游戏设计者的任何信息。那你有没有查过，什么样的人有能力来设计这种游戏呢？我不认为个人有能力能做出这样的游戏，它必须是非常完善而强大的游戏公司，或者是顶级的游戏团队。国内版本的游戏登录界面是中文的，所以我筛选了国内所有优秀的游戏制作公司。我认为。这几家他们或许具备这样的能力，可以向他们咨询一下。好。那问句题外话，你们10个人1个月拿多少工资？不高，我只拿1个人的工资。凭什么呀？凭什么你只拿1个人工资啊？以后我蹲地啊。其实这款游戏早就有，只不过以前我们没有注意。通过调查发现，玩这款游戏的大部分都是科学家，或者说高级知识分子。这其中，科学边界的人很多。杨东没玩过这游戏吧？漫废也没玩过吧？死掉那些科学家，我们都调查过，连个买微装的都没有。那为什么偏偏要让汪淼来玩这个游戏呢？这或许是一个面试，汪淼答应了加入他们，也要通关这个游戏，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冰冰，你们10个赶紧抓紧通关。就算我通关了也没用，这是对汪淼的测试。怎么没用啊？通关了可以拿到通关秘籍吗？可以帮汪淼吗？你的表现比我刚玩游戏的时候强多了。三体世界中太阳运行的规律是什么？你每天都玩？你之前跟我说过，要让我自己去看农场主的世界。可是农场主到底在哪？聚会就要开始了，不来重温一下？还是射手和农场主？
我已经听过2遍了。多听听，对你了解酒有帮助。怎么样？参加今天聚会的有你认识的吗？有几个之前见过。哪几个？哪几个跟那个申玉飞接触比较密切的，是吧？啊？啊什么？回忆一下。我这不全。有几个是几个，好好想想。我就知道一个叫潘建中，是研究量子光学的，最近都是关于他的报道。啊。再想想其他人啊，努力回忆一下。好好想想。潘老师，不好意思，我好像还是迟到了。您喝点什么？我请。大使啊，最近呢，国外又有几名科学家发生了意外，又是自杀。几个战区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想出几个了？史顿，汪教授，这是调出来的选名单。什么呀？备选名单。我这儿呢，有一份名单，可以说囊括了各个领域顶尖的科学家。要对他们进行监控吗？保护。你好好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在今天聚会上出现的啊？有没有跟申玉飞密切接触的？由于人员众多，我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谁跟科学边界接触，就保护谁。大哥，你一路上你才写仨呀？纳米设备我记得住，人名我真的记不住。再说了，你让我想这些有什么用啊？参加科学边界聚会的人很多，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就那么几个人。我现在有一个大胆的假设，跟科学边界接触的人有2种结局，一种像你表面这样啊，去相信他们、配合他们、加入他们；还有一种就是接受不了自杀的。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些有可能自杀的科学家给找出来，保护他，懂吗？懂。找。潘老师，资料我全部看完了，非常有感触。您在资料里提到了一组数据，近40年来，因为人类的活动，T 国的麻雀数量减少了57%，A 国的涉水鸟类同期下降了81%，还有亚洲的白背秃鹫减少了99.9%，几乎灭绝。我们的地球环境已经这么糟糕了，可是却得不到人类的重视。只要不危及自身生命，绝大部分都会选择视而不见。是，人们不会在意臭氧层空洞，也不会在乎水的污染、大气的污染。你还忽略了一点。啊，对，光的污染，您在资料里提到了，这一点也让我非常有感触。夜晚的强光会影响飞行昆虫分辨方向的能力。那些靠夜行昆虫去传播花粉的花，会难以繁衍，逐渐从地球上消失。长远来说，会破坏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这么多人名我真记不住，我都快晕了。哎呀，加把劲儿，你行的。我只能记得今天有一个年纪稍微大点的，头发都已经有些花白了。下颌留着一小撮胡子，也已经花白了。他聊到过一些关于北部建设的事。找到了，流体力学专家程远。加油，继续，第6个了。我还能记得一个人，他一笑起来，右脸上有一个酒窝，应该是研究量子动力的，有这人吗？哎，叫什么名？查一下。翟一鸣，就职于华中大学。牛，加油，报秒啊！第7个，努力。还有一个人，他是大气物理研究中心的，长得挺端正的，脸有点方，但是他有哮喘病，因为他总用一个喷雾。古超，棒棒的啊，很能干，你行的，加油，加油，加油！潘老师，我想，
如果我把这些资料全部报道出去，大众看完以后一定会非常非常震撼。震撼？震撼有用吗？人们会在意。就好比你为了赶来采访，加大油门，骑车的时候在意过排放出来的废气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吗？夜晚你骑车打开车灯，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你为了卫生，让店员用外带杯给你装咖啡，你想过这样会有什么影响吗？资料你都看完了，对你有什么影响？你改变了什么？把它写成文章又能怎么样？潘老师，您的这些话比那些资料更让人震撼。那我能做些什么？你能传播就已经很好了。如果每一个人都能问出我该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就有希望。知道电池应该怎么处理吗？根据名单，我们已经对9位与申玉飞有着较深接触的科学家进行了布控，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从事物理学各分支研究的。这物理界招谁惹谁了？如果有任何异常，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对他们进行保护。你说这个你的骗，是这个你的骗。你个骗！看我地狱！你个骗！幸好是星期天，实验室没人上班，发现尸体的是周末值班的保安。我们都已经处理好了，把这件事情的影响力控制到最小。他跟谁接触过吗？没有，还是自杀，妥妥的自杀。前2天他的研究刚刚获得国际认可，这2天他还安排了很多媒体采访，下周单位还准备给他表彰，他连获奖感言都已经写好了。然后自杀了？对，自杀了。强制保护。非常抱歉，以这种方式请你到这儿。不过你放心，我们是保护你的。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科学家突然自杀。我们怀疑，这些真的不是单纯的自杀。我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发生在你身上。你们都是国家的精英，可以说为了我们这个民族、国家，甚至全人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希望你们能不能放一放手头的科学研究，接受我们的保护。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调查清楚，以免你们再次受到威胁。至于你们的原单位还有家里人，也请放心，我们会妥善的安排。我们将对外一致宣称，你们是被临时抽调来
做科研项目。请相信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的安全。你们知道吗？就在过去的几年，这些地方还是一片绿地，而现在，它们已经满目疮痍。其实，我们需要知道的，远远不止这一些。地球上每天有几十种生物灭绝，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也已经到达近300万年来的最高。在人迹罕至的南极，也已经发现了塑料垃圾。也许你会觉得这一切与你无关。为了赶时间，你猛踩2脚油门，你不会想到尾气的排放会有多大的危害。你让我查的那个木星，今天在演播室进行节目录制，还是搞环保那一套。你在路边买了一杯奶茶，理所应当的使用了外带杯。如果他录制的内容有问题，不能让他发啊。是。塑料垃圾最终会去向何处？拍摄中间他遇到一个人，聊了些什么，还没拍完就马上走了。他去哪儿了？放心，我安排人盯着了。你就是木星啊？没有任何人碰他，生命体征一切正常，就是眼花。眼花？对，他说他眼前啊全是花，火花、电花，连人都看不见了。送医院，做好保护工作。是。这个人被抬上了救护车，他是研究量子电动力学的科学家翟一鸣。拍得清楚吗？可以呀，你也查到了。查到什么？这群科学家被人给软禁了，除了他还有其他人。我严重怀疑，这跟科学家自杀的案件有关。这是保护。你们干的？跟我走。别呀！走。
说话。按照条例，我可以在这里待24个小时吧？24个小时，24个小时，我就不相信你不跟我说点什么。你抢了我的台词，这话应该我说。你怎么知道翟一鸣的位置？谁透露给你的？下午去你工作室找你那人谁呀？你说那个人会不会也是担心科学家的安危，才把地址透露给我的？他要是真担心，就应该透露给警察。透露给你，就是希望你来制造恐慌。我是在传播真相。你传播个屁呀！你踏踏实实的，别给我们惹事儿，比什么都强。作为一只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有意思吗？真相是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的。我会知道那些科学家的位置，别人就不会吗？你可以阻止我，你能阻止其他人传播吗？石警官，我希望你配合一下。你知道我想知道的信息，我有你想知道的信息，我们彼此信任一下，互相坦诚不好吗？你以为这是咖啡馆啊？这什么地方知道吗？知道啊。你知道你还跟我谈条件？你知道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啊？喂，要不然我来问吧。哎，你说。你描述一下你看到的东西。描述不了，全是花，一会儿火花，一会儿电花，总之眼前就是啪啪啪的在放烟花，我都快被火吓了。啪啪啪在放烟花，没有炮仗吗？没有。那为什么会响呢？不响，就是闪。现在呢？突然就没了。那你确定是烟花？确定。没有数字？有数字我也看不见，全是花呀。医生怎么说？重度飞蚊症。现在呢？好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火炬传递计划线路已经在今年4月正式发布了。没错。目前呢，奥运会火炬接力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据我们了解呢，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将充分体现绿色奥运的理念。火炬传递的全程将贯穿环保意识。北京奥组委将针对包括火炬手在内的所有，注意是所有参与奥运会火炬传递的人员都制定了环保行为准则。没错。看来我们这个环保意识是我们选拔出来的火炬手一辈子都这样。是的，我们在这份环保行为准则当中呢，了解到北京奥组委要求参与火炬传递的人员不使用一次性发泡餐具、一次性木质筷子，还提倡我们要积极减少使用一次性的毛巾等等。同时还鼓励大家乘坐公共汽车，没错，减少能源消耗以及空气排放。是的，那么我们这次。回来了。哟，你可回来了！你闺女等你一晚上了。豆豆，爸爸回来了，你的救兵回来了啊！怎么了？上次不做那演讲吗？开始对物理学感兴趣了，这不做实验呢。豆豆这是做什么实验呢？这么多鸡蛋啊！老师让我们想办法把鸡蛋完整的装进瓶子里。为了这实验呢，我们豆豆一晚上吃了好几个鸡蛋了。这还生气了？瓶子小，鸡蛋大，塞不进去啊！爸爸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帮你装进去，好吗？
来，拿着鸡蛋。豆豆拿好了鸡蛋，等一下爸爸说放的时候，就把鸡蛋放到瓶口，好吗？那我们准备，3、2、1。放。妈妈，你快来呀！哎，来啦！你看，鸡蛋自己进去了。哟，还真进去了，这么厉害呀！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啊？爸爸告诉你啊，这个瓶子里边有很多小分子，外面也有很多小分子。爸爸通过燃烧消耗了一部分的分子，所以里边的空间就变得宽敞了。外面的小分子呢，就着急要进去，所以就把这个鸡蛋推进去了。物理真神奇，像魔术一样。物理学不是魔术。你只用了3个小时，怎么突破的？前面2个小时55分，我坐在他面前，一句话也没说。他绷不住了。哎，你搁我也绷不住。然后呢？然后我告诉他，这是国家级机密，希望他配合。就这些？我还答应他，在不泄密的前提下继续调查。还让他接着捣乱？他还真查到些东西。这就是木星拿到的视频，8个安全屋都暴露了。奇了怪了，护送那批科学家的特警，在到达安全屋的前1分钟，他们都不知道安全屋的具体位置。那不可能泄密啊！最近不可能的事还少吗？你看啊。从开始拍摄，到这些科学家进安全屋，在特警还不知道安全屋的情况下，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的拍摄准备。那就是有内鬼。要说内鬼的话，只有一个人，就是我。哎，别那么说自己个儿啊！不对呀。这8个安全屋是从我的档案里选出来的，我逐一给他们编上了号，直到最后一刻，我才通知了每一个特警，怎么可能泄密呢？物理学不存在。给木星消息的人查到了吗？从目前收到的订单来看，大部分都预定了开闭式门票，订单数量已大大超出了北京奥组委提供的2.6万张门票数量。按照北
你要是审完我了，我还能自己过来拿车，对吧？哦，你走吧，坐我这破车走吧。走。来，我自己来，自己行吗？行，没问题。 We're in an extremely precarious situation here. If we take them into protective custody, they'll accuse us of strong-arming them. There'll be public unrest, riots, God knows what else.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to act now. General Chang, your sector is the only one under control now, right? 只是暂时的，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也像你们一样。Each and every move of us is exposed to the enemy, and we don't even know who are they by now. 你们害怕吗？坦率地讲，我很害怕。我宁可面对一场真正的战争，也不想像现在这样，做一只等待感恩节的火鸡。到时啊，唾沫星子淹死人呢。目前几个战区面临着舆论的压力。好在我们控制了消息的恶意传播。哎呀，传消息的人我已经抓回来了，一会儿就审。是你抓的吗？真敢开牙！是人家自个儿开车过来的。哎，甭管怎么样吧，这算是我们第一个逮着的人。行。你们到这儿应该有1年多了吧？要不是你把人家博物馆给占了，人早开业了。哎，这么算的话，我应该是第一个游客吧？游客到这儿参观完是可以离开的，所以我把车就停在门口了呀，这样我走的时候就能够方便点。哎呀，你们这儿啊，应该就是亚洲战区，比你们更早成立的是欧洲战区。当然了，最早成立的应该是位于 M 国林顿的北美战区。现在这个大洋洲、南美洲、非洲应该都重视起来了，还战区？你们知道自己是在跟谁作战？了不起，了不起啊！你当时那篇论文我最近才看到，真没想到，那个时候你就成功的预测了长期使用转基因农产品会带来争议，还预言了转基因农作物会造成的生态问题。里面的细节描述啊，真是贴近生活，触目惊心。你知道那些学者是怎么评价你的吗？来自未来。天眼。按你的理论，这2样东西是不是应该分开处理啊？现在分开有什么用？到了垃圾场，还不是都倒在一起？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胡小西毕业于电子工程信息学，毕业后在松捷网络服务公司做服务专员，说白了就是个网吧网管。6年前开始在网上写科幻小说，笔名川陀的诗人。你写的科幻小说基本上是没人看。去年你参加了一个网络小说大赛，奖金是500多万吧？对啊，据说谁把未来世界写得越恶心，谁就会获奖。你居然莫名其妙的拿了第1，是吧？常伟思将军，我觉得你更应该莫名其妙的点，是我为什么知道你们战区，又是怎么知道你们安全屋的具体位置？好啊，来告诉我，你们是谁？常伟思将军，你是专门负责科学家的保护行动，几乎是要到最后的时刻，你才会把地址给你的手下。在此之前，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知道。那你难道就一点都不奇怪吗？为什么你的命令还没有下，我就已经到了安全屋的门外？对啊，你今天来找我，不就是说这个事儿吗？
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啊，毕竟是一个战区嘛，当然要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敌人到底是谁。好，我告诉你，你此刻的敌人就是我。有点不屑啊，你可能觉得我不配。好，那我问你，你们这几个战区在干什么？在调查科学家的自杀啊！当然了，你们也管它叫做意外死亡。那我今天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他们的自杀就是自杀。安全屋的位置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后来我想了想，可能我在调资料的时候泄露出去。但是，你绝对不是那个牛掰的人。你当时是收到了一封邮件，告诉你了安全屋的位置。事发当天，你接到了一个电话，通话时长11秒，让你去拍这个视频。你人手不够，找了几个哥们儿帮忙。拍完视频以后，你就交给了他。他叫什么来着？木星。对了，交给了他。我所掌握的就是2个信息，一个是电话，一个是邮件。目前这个电话和邮件出自何处，我还没搞清楚，所以我想再问问你们到底是谁？陈伟思将军，你怎么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呢？你最应该问我的不是这个问题，你应该问我，我们是谁？好，这样，我跟你说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农场。打住！你不就是想告诉我，我是一个2维生物，或者是一只火鸡，对吧？那你告诉我来，这个农场主到底是谁？没话了是吧？好，就算是有这个农场主，也不可能找你这么一个250的火鸡为他们去办事儿啊。行了，今天在你这儿问不出什么，你可以回去。不是我，哎，不是，等，你们今天审问我了吗？我问你还有意义吗？这不是浪费我的唾沫星了吗？走吧。不是我。啊，对了，你刚才说想成为我的敌人，你不配。你是真牛掰呀，抓了个250，这不是浪费我的时间吗？那是我抓的吗？这人自个儿开车过来的。老程，我再给你提个醒啊，你那8个安全屋全被端了，那些科学家的名单可是汪淼给我们的。这说明汪淼在科学边界那儿已经暴露了。当我拿到那份名单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暴露的思想准备。那怎么办？照常。要不是我的话，那8个人你就联系不上了。那又怎么样？作战中心不过是将他们关起来，让他们暂停研究。他们不是管，是保护。这份名单也是你们的汪淼泄露出去的。科学边界的活动一直是公开的，公开的事物谈不上泄露。可汪淼对你可不够公开，而且他的研究也一直在继续。汪淼第一次进入3体游戏，他的表现比你我都好，说明他能比我们更快地认知住。这代表不了什么，他并不是我们的同志。
都不能改变主的意志。你的胡小西遵循主的意志了吗？是主让他大摇大摆的去作战中心，去炫耀，去示威？我一直都不喜欢他开车，还总开大排量，太不环保了。主不会再看到他。七八手，什么毛病？两个接触面受力不足啊，导致动力传输过程当中出现大量损耗。啊？你们科学家不就爱这么说话吗？怎么你也听不懂啊？就皮带轮松了。行了。你们拿着我给你们那名单，把所有人都给绑了。什么叫绑了呀？那叫保护。可还是失败了。老常啊，不说我也能感觉到，他压力肯定大得要死。你想想啊，计划是他自己制定的，没告诉任何人，就泄密了。可见，作战中心一定是被严密监视了。我们不要再被动了。孙宇飞现在肯定已经知道我了，你还让我跟他接触，不怕他防着我？我跟老常都已经分析过啊，最重要的不是你泄不泄密啊，毕竟啊，他们的聚会都是公开的，他找你肯定有别的目的。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得跟你一起去见沈宇飞，跟他聊聊，索性就打明白。要真是有什么危险，我让你立刻撤。我说了要保护你啊。我得让你哥白尼呀！潘老师，你很准时。我今天是走着来的。这个我也换成了充电电池。非常感谢。这是我应该做的，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只可惜人们只关注和他们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要么就是那些低俗的八卦。你这方面的嗅觉非常敏感，是我非常欣赏的地方。您看过我的新闻报道？嗯。今后的谈话，你就不要录音了。首先很遗憾，你应该有个大新闻。大新闻？什么大新闻？你本来应该比国外那些新闻更早报道出来。只可惜，这个机会你没抓住。你是说，科学家被绑架的案件？你被抓了，所以没有办法报道。这是国家级的机密，你怎么会知道？你以为那些信息怎么会那么容易到你手里？那么多媒体人，为什么胡小西只把资料交给你？是我选中了你。我好像有点了解这个游戏了。你在游戏里的表现很好。我想找你聊聊。我给你个地址，是车厢2号。什么意思啊？
139号文明里，只有这一趟列车。这一次的文明，竟然已经发展到了蒸汽时代。我们的运气很好，这一次恒纪元的时间很长。138号文明在17时代就结束了。我本来以为139号文明也会很快结束，没想到已经发展到了现在。我都快忘了乱纪元是什么样子了。但你会怕？我认为这个游戏就是要让我们找到恒纪元和乱纪元之间的规律，或者找到保护和延续文明的方式，是这样吗？汪教授，文明为什么要发展？为了生存。是，我们不遗余力地观测和计算，攀登科技树，为了救省人类文明。你带我来看农场主的世界。是不是只要游戏玩通关了，我就能见到农场主？主需要你先去了解他。在这个游戏里，很多人组成了远征队，穿越世界去观测太阳。他们希望通过太阳视差来测算出我们和太阳之间的距离。你认为他们能找到规律吗？我希望他们能找到，但我们还有时间。福尔摩斯，哎，你这打扮是什么？插花女？蝴蝶夫人？你别说，科学家打扮起来也挺漂亮。我这造型怎么样？适合你。你怎么这会儿才来啊？嗨，别提了，这车厢是乱的。我从2号过来，直接就是7号，再走过去42号，来来回回走好几趟。这游戏对于你来说，应该没什么意思吧？的确，我是觉得没有贪吃蛇好上手。你们2个来游戏里找我，应该不只是想要这些吧？懂了。其实不用这样，想要知道聚会有谁参加，直接问我就行。我们的聚会向来是公开的，所以你也不用介意把名单交出去。你要早这么说，这天就好聊了，申博士。这个3体游戏里面的聊天不算什么啊，我就想知道这自杀的科学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话，我也可以把我理解的告诉你。要结束了。文明的种子仍在，欢迎再次登陆。走，找申宇飞去。
刺杀并没有什么调查的价值。这个才有。你是怎么弄到这些的？你究竟是谁？我是谁并不重要，但当许许多多像你和我这样的人联合在一起，很多事情他们就掩盖不住了。我们能帮你做你想做的事。你们？我们很强大，跟我们合作，你会得到更多。所以，你不是简单的生物学家。pH 值大于9，植物就没法生存。可你看你手里的资料，有多少地方因为工业污染 pH 值远远大于9？作为一个单纯的生物学家，我保护不了那些生物。所以你是希望我帮你把这些报道出去，这将会引起非常大的震动。放心，这次我不会再让他们阻止我，我搞定。不能抓也不能审，他能告诉我们真相吗？那就聊，只要他开口，总能聊出点什么。在这儿问话，算不算审讯？啊不，网友见面聊天。坐吧。想知道什么？先说漫费吧。该说的我都说过了，我只不过让他看到了真相。那个良乡对撞机，啊，杨东呢撞了3次，数跟他算的都不一样。我咨询过啊，按正常情况，就算他撞的3次数跟他算的不一样，那这3个数也不应该有这么大差距，啊，而且这个差距是毫无规律。对，毫无规律。我就在想啊，他们怎么算都算不出这个数，你是怎么在实验之前就知道这个数了呢？杨东在漫费手上看到了2份数据。9点怎么了？丁一后来还安慰他，说有可能是复印机出了故障。我只被老师发了传真，如果是他复印的，复印文件时间怎么可能会不一样呢？没人可能在你实验之前就拿到你的实验结果，就是机器的问题，你相信科学好吗？复印机只在时间上出错吗？很显然，这个解释根本就说服不了任何人。所以这2份数据是你交给漫飞的。对，确实是我在实验前就将数据给了漫飞。所以这个结果真的是你们算出来的吗？如果说是你们算出来的，那物理学应该还存在啊。
我和你是搞应用物理的，我们算不出来。杨东和曼费是搞基础物理的，他们也算不出来。这说明我们的物理学可能真的不存在。那谁算出来的？农场主。主无所不知。主？你说的主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这不重要。那算出这个很厉害吗？对不起，这儿不能抽烟。您的问题，麻烦汪教授解释一下。我连着3次扔这盒烟，每一次都是由我来扔，同样的烟，同样的数量。你认为这3次每一支烟掉落的位置，可能是一模一样，丝毫不差的？不可能啊！那如果现在我让你把3次每一支烟的位置都提前、准确无误地标注出来，你能做到吗？更不可能。解释明白了？明白。你说就说，你扔我烟干嘛？所以啊，曼费是因为接受不了这个，才自杀的，对吗？曼费因为接受了这个事实才自杀的。It's done. No more of this nonsense. 明白。信仰崩塌，啊，那杨东呢？说实话，我不了解杨东。对撞实验后，我们通过电话，我原本以为他接受了物理学可能不存在的事实。在这之后，他并没有放弃生活，他换了工作，甚至考虑结婚。你之前给过他一个文件袋，在他收到后的第5天，他自杀了。如果你调查我，你就知道里面有什么。如果我真的有嫌疑，我就不会坐在这儿了。文件袋里的是什么？一封推荐信。他介绍杨东到一个研究所工作。那照你这么说，杨东的自杀跟你们这个物理学不存在了没关系？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杨东会在实验失败的10个月后做了这样的选择？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对，杨东的遗书里这么说的。我能理解曼费为什么自杀，但是我不能理解杨东。我确实向这些科学家们展示过真相，但是之后他们的选择，不是我能干预的。那是你的主让你干的吗？主向我们揭示了真相，所以他才是主。主啊，神啊的！我早就说过，邪乎到家必有鬼。依我看啊，这很像我之前侦破过的一个传销组织，精神状态太像了。那申玉飞一定是被洗脑。我觉得杨东的死，没错。今天唯一的收获就是杨东。杨东在该自杀的时候没自杀，好像快不自杀的时候又自杀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了？找到这个问题的关键点，才能有突破。
我觉得还应该找丁仪。还找丁仪啊？对，要详细了解实验之后和自杀之前，杨东到底做什么了，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我为了杨东总去找丁仪，不太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又不认识他，你只是想认识他。哦，确实不合适。这样不用你，我有10个人。我请丁博士帮忙回忆了几处细节，按照时间顺序已经整理好了。还有杨东和原单位同事以及其他人的接触，我会接着调查。棒棒的，很能干。按说结婚对于女性来讲，是一件非常在意的事情。可是杨东连婚礼的请柬都没有自己去选。杨东作为一个女人，平时连逛街都不喜欢，衣服只买黑色和白色，一买就是好几套。是。印象中，他就是这么简单。等一下，不对，不对，我第一次去丁博士家里的时候，我看到衣架上挂着一条红色的裙子。是，我后来去的时候也发现了有几条鲜艳的裙子，而且款式很时尚，连吊牌都没摘。据说是他们一起逛街的时候买的。像杨东这样生命里只有物理啊，对自己的生活都毫不在意的人，居然能够放下一切的研究，跟丁仪一起去装修房子、筹备婚礼，这不奇怪吗？你难道不想听一场演唱会吗？你除了物理学家的名字，你能跟我说个歌手的名字我听？我不认识，但我们可以认识认识。你车上经常放的那张专辑就不错。那个放了很多年了。我觉得你那个研究啊，你说我们结婚的日子，要不要找大师算一下？好看吗？你先说的。挺好的。这样穿好舒服，就定它吧。那就像沈宇飞说的呀，杨东热爱生活了，至少从那个时候开始，杨东和沈宇飞接触之后，有这种改变的迹象。这些事儿啊，要是普通女人太正常不过了，但是杨东不一样。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一个女的物理学家做这些事情就不正常了？那天他跟丁仪一起去逛家具商场，逛一整天。而且根本压根儿就没提关于物理的事儿。我喜欢这个，根据丁仪的回忆，那是杨东很罕见的，没有跟他聊专业，而且从那天开始，他就很少跟他交流学术了。我们要不要装个浴缸？每天晚上可以泡一个花瓣浴。那或许这是绝望的另一种表现呢？是。但是他好像还挺开心。你看啊，这是他那时候的照片，状态很放松，跟你给他拍那张状态完全不一样。
这样也挺好的啊。你要是喜欢，又可以经常来。没想到可以跟你这么危险的。以后都会是这样的。可是史强，我真的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你让我停下自己手头的工作，跑到这儿来，跟着你一起把丁一和杨东所有的事情全都复盘一遍，无聊吗？你们搞科研的反反复复做一件事情，不无聊吗？我们那是在做实验啊，要反复的求证。我们办案的人，把那个受害人和嫌疑人走过的路再重新再推演一遍，也是求证啊。哎，你急什么呀？哎，怎么一提杨东你就着急呢？好，我说不过你。提申玉飞你怎么不急呢？哎，你跟杨东你们俩是只见过一次。好了，我们现在把所有事情又反复推演一遍了，你得出什么结论来了？结论就是，申玉飞跟杨东接触之后，杨东好像放弃了科研，想去做一个家庭主妇。他选择做一只无忧无虑的活鸡。都无忧无虑了，为什么还要自杀呢？那只有主知道啊。申玉飞的主。很明显，潘寒他们在针对我们，尤其是在我们对汪淼的处理态度上。统帅，这样去争取汪淼，真的有意义吗？是的，他们做的很多事情确实要比我们极端。他们直接对科学家下手，甚至破坏了很多科研基地。但不得不说，他们的做法产生的影响比我们大多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聚会，和我们一起探讨科学存在的意义。了解一个人的行为很有意义啊。你们看啊，我们把杨东全过程走下来，会发现，从良乡实验失败到曼费教授自杀以后，他发现物理学可能不存在了。接下来他跟申玉飞接触，他确定物理学不存在了。杨东说的是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意思不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了。如果说物理学不存在了，有可能是我们的基础理论出现了问题；如果说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那就是颠覆了我们人类几千年对于整个地球的认知，不论是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能一样吗？啊，行，按你的说法，好吧，按你的说法啊。然后呢，这个他这个是这个，然后他会选择做一只无忧无虑的火鸡，对吗？然后开始准备正常生活啊，答应求婚，买房子，装修房子，直到找到新的工作，对吧，徐冰冰？我去那个应用物理研究所了解过，
他们的负责人说，非常希望接受像杨东这样的基础物理学方面的专家。杨东他自己也对新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但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在接受了这份 offer 之后的第3天自杀了。研究所的人也非常的痛惜，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对，问题就在这儿，最后这3天才是关键。他干什么了？遗书啊，遗书应该是在这3天写的。对呀。如果最后这3天，他知道，哦，物理学从来都没有存在过，那这3天他并没有接触过申玉飞啊。难道是他自己已经想通了，然后最后2天又想不通了？许冰冰，我之前眼前也出现过倒计时，我也看到过宇宙闪烁，那个时候我真的自己很绝望。或许我想我要自杀，但更有可能的是，我就这么消极的活下去，放弃自己的研究，做一名老师，然后就这么混完一辈子。但是突然又有一天，我眼前又出现了一个倒计时，或者其他一种什么震撼我的东西，我无法想象这种震撼要到达一个什么量级，才能让我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能听明白吗？听明白了，都听明白了。你听我接着往下讲。这段时间是杨东准备无忧无虑的过正常生活。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杨东的妈妈叶文洁老师，她好像从来都没有提过杨东在这个阶段有什么变化，这不对啊。作为妈妈，这么不在意自己的女儿吗？那按照你的理论，叶老师一直都不在意他女儿杨东是吗？不对，叶老师跟你不一样，整天搞研究，一退休老太太，有时间管别人家的孩子，自己的女儿发生这么大变化，一点觉察都没有。所以呀，我觉得你还得找机会跟你这个叶老师好好聊聊。你不是很喜欢跟他聊天吗？你去跟他聊，总比我直接问他效果要好吧？一天到晚帮你弄这些事儿，严重占据我的研究时间。哎，王教授啊，要物理学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你还研究个屁呀？你研究？哎，我刚才我就是我什么地方我说什么得罪他了？你们科学家都这样小孩子脾气吗？哦，对了，你是警察，以后你别跟他一伙啊。宇宙闪烁的事情，我咨询了专家，结果怎么样？你先说说你们的调查结果。调查陷入僵局。那汪淼跟沙瑞山都提过，说要什么距离地面多少米来着，就在很远那个天上啊，要拉一块大屏幕啊，就大屏幕，跟放电影似的。我调查的情况跟你们差不多。哎，你别说，你刚才的这个比喻倒是很形象，放块大屏幕，像放电影啊。确实啊，不好反驳。唯一能反驳的只有一点，我们人类做不到。对呀，有鬼。那人类做不到，就能代表一切不会发生吗？老常，你什么意思啊？申玉飞是外星人啊？哎，我跟你说，你听见了没有？外星人。哎，我跟你说的，你听见没有？外星人。有可能啊。什么有可能啊？你信啊？就好像你说的鬼一样，
外星人不过就是一个代名词。那些超自然的现象，还有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说是外星人干的。但外星人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谁也不知道。可是现在这一切就真切地发生在我们的面前。我并不在乎称它为外星人还是鬼，我想探究的是它到底是什么，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它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力量，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想把这一切想明白，对我们来讲才是最大的价值，对吗？我就说嘛，你肯定不是一只普通的火鸡。那外星人跟鬼有什么区别呢？你要允许我也思考思考啊。这就是那个。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谢谢大家到来。走吧，走吧。老师再见。再见。老师再见。再见。小汪。叶老师。谢谢你啊。我知道你的研究很忙，还特意过来给我的学生们讲应用物理方面的知识。能够得到您的认可，我心里很开心。我退休了，对学术还有些兴趣，所以有时候他们做一些这样的活动，我也过来参加一下。我们这一生的研究，总要后继有人嘛。哦，对了，叶老师，科学边界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调查组那边让我也协助去调查了。在前一段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些关于您过去的档案，好像其中有一部分到现在还没有脱密。是的，那的确是一段特殊的经历。其实也没有什么秘密了。你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很值得纪念。那时候，国家号召知青下乡，我被分配到了大兴安里。
拿下！啊！向前走啊！来下一个！哎，老高，你来一下。哎。15岁，高机长，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知道这树都多大年纪了吗？这样，得看年轮呢。我刚刚都算过了，这儿的树呢，大都300多岁了。你锯一棵树要多长时间？差不多10分钟吧。我跟你说啊，我这次连里啊就看游击手，我上2个班，一个红旗就跟我上的。300多年，10几代人啊。他发芽的时候还是明朝呢，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历经多少风雨，见过多少事。你几分钟就给他锯倒了，你真的没感觉到什么吗？你到底想要我感觉到什么？它就一棵树嘛，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树，比这年龄大的那多的是。行，你忙吧。喂，记者，你看我这速度，能不能上大青山报啊？知识分子啊，毛病就是多。你好，你是叶文洁？嗯。我是大生产报的记者，我叫白木林。你到生产队借书的时候我见过你。我知道你，我看过你写的文章。我能看出你的感情。在这地方啊，能有这种感觉的，也就咱们俩。过来歇会儿吧。1年前打前站的时候，我来过这片林区。记得当时是个晌午，接待我们的人呢说要吃鱼，我到他们那个树皮小屋里私下看了看，就烧着一锅水，哪有鱼啊？水开了以后呢，做饭的人拎着擀面杖到屋前的小河里面，乒乓几棒的就打出几条大鱼来，多富饶的地方呀！那现在你看呢？那就是一条什么都没有的浑水沟。我是真不知道，他们在这儿的开发方针究竟是搞生产啊，还是搞破坏啊？你这些想法是从哪来的？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感触很深。能读英文吗？嗯。这本书62年出版的，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大。寂静的春天 ，Rachel Carson。这书你哪来的？这本书引起了上级的重视，要搞内参。我负责翻译和森林有关的部分。这书是讲什么的呀？杀虫剂、环境，还有更深层的东西。我准备给中央写信，
反映他们这种不好的现象。要是想看的就拿着，但是最好别让别人看见。这种书，你明白。哦，小叶，今天干活了。下连队这么长时间了，不能总是甩手到处转，劳动得参加。3节合吧。叫什么名？白木林，一把邮具，张子。行，谢谢啊。哎，我们今天到雷达峰干活，这儿林子可真密啊，地上的腐叶到膝盖这么深，我真怕中了伤体。雷达峰啊，团里边下的紧急任务，再让雷志昌发布一台指接带。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呀？据说是个军事基地。老乡们说，3年前刚建这个基地的时候，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向峰顶架设了一根高压线，然后呢还开了一条公路通向峰顶，把大量的物资沿公路运到上面去。看来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当基地建成了之后，这公路就拆毁了。这什么声音啊？
看，那天线出现了。这是什么啊？这山峰本来没有名字，只是因为它的峰顶总是会出现这个巨大的抛物面天线，所以才叫雷达峰。这做什么的呀？看上去不像是雷达天线。不知道，它的方向总在变化，但是从来没有连续转动过。走吧。我来了这么久，居然从来没有注意过。天线不总是出现，但每次出现的时候呢，总会有诡异的事情发生。树林里的动物变得焦躁不安，鸟会大群的惊飞，人呢也会出现头晕、恶心之类的状况。而且呢，雷达峰附近的人特别容易掉头发。老乡们说，这也是天线出现之后才有的事。放射性射线，不止这么简单。有一次下大雪，那天线立起来，方圆几里的雪突然变成了雨。有的时候天线立起来，好好的晴天也会出现雷电。夜晚的时候呢，天上还会有奇异的光晕。那里是禁地，我来之前就被告知，不要擅自靠近。否则，那里的岗哨可以不经警告就开枪。你还记得上周被警告处分的2个人吗？他们俩呢，就是追一只狍子，追到雷达峰下，刚到附近，那半山腰的岗亭直接就开枪射击了，把他们吓坏了，转身就跑。得亏林子密才没受伤。不过呢，有一个人吓得尿了裤子。第2天回连队，给了他们每人1个警告处分。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们才被安排去罚了1圈警戒带。我们林场的人力可以随他们调用吗？据说这个地方的行政级别特别高。咱先回来了。啊。警戒！哎，警戒！我是来函书的。哎呀，我正想找你呢。你来的正好。我说你看看我写的信啊。信？对啊，就我上回跟你说的，我要给中央写信。啊。你坐那看。不好意思啊，我这字儿比较潦草。写得很好。太行山因此被破坏，由历史上的附属之山变成今天的贫瘠秃岭。
现在黄河的泥沙含量急剧增加，北部林场的大垦荒将会带来严重后果。立论严谨，内容也很丰富。行，那我就照这个，我誊抄一份。哟，小心烫啊！我最近啊老使那个油锯，手都有点不听使唤了。得，废一辆。我帮你写吧。啊？邮局很难操作又很沉，手抖很正常。我来帮你抄吧。行，那麻烦你了。你这字儿写的真好看。你是学物理的是吧？天体物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天体物理，那就是研究恒星的。怎么会没用呢？现在大学都复课了，只是研究生不太招了。像你这样的高级人才窝到这种地方，